这个越狱犯突然发现眼前这个丧偶的女主人相当性感，于是他兴奋地将其拽进怀中。没想到这一幕刚好被女主人的儿子看到。特里对着男孩恶语相向，巴掌毫不留情地甩在他脸上，男孩像断线的木偶般摔倒在地。可下一秒，特里就被同伙狠狠踹翻。同伙布奇本不想伤人，闯进女主人家也只是想找些食物和汽油，但特里的贪婪和残暴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看着身后委屈的男孩，他像是想到了什么，突然玩心四起。Point it. Now say, stick him up. Stick him up. Perfect. 可就在这时，隔壁的老约翰听到屋内的动静后报了警，并拿着猎枪赶了过来。为了逃脱追捕，两人在慌乱之中将男孩菲利普挟持，带着他踏上了逃亡之路。殊不知，在几十公里外的警局，一场由政治压力催生的追捕行动已经展开。州长正在竞选连任，得知特里和布奇越狱，还挟持了人质，立刻派人给警局局长下达命令，要求48小时内破案。局长不敢怠慢，立刻组建了追捕小组。而此时的特里依旧不安分，他先是将附近居民的水箱打烂，接着又打穿车顶，最后更是狠狠给了菲利普一拳。而此刻，布奇再也无法忍受这个惹是生非、毫无底线的小混子。他和特里本来只是合伙越狱，从一开始他就不喜欢这个满嘴脏话的家伙。Here, kid, take the wheel. 2 seconds, I'm gonna break your nose. That's a threat. And that's a fact. Won't kill you for that. And that's a threat. 布奇比他高半个头，力气也大得多，特里只能乖乖闭嘴。然而他的安分只持续了片刻。经过便利店时，布奇在下车之前把枪交给了菲利普，让他指着特里。He so much as moves, you pull the trigger. 可菲利普终究还是个没经历过风浪的孩子。没过多久，他就被特里的花言巧语转移注意力。趁他分神的瞬间，特里一把夺过手枪。And it's quicker than the eye. Son of a bitch. Hells bells, no shells. 但他并没有就此罢休，反而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粗糙的双手不安分地在菲利普的身上游走。菲利普吓得浑身发抖，张嘴就咬住了特里的耳朵。剧痛让特里惨叫一声，手枪掉在座位上。菲利普趁机抓起枪，推开车门就往路边狂奔。他趴在地上，手脚并用地往前匍匐，可没爬多远，体力彻底透支的他瘫软在地，他蜷缩成一团，无助地等待噩梦的降临。随着靠近的声音越来越大，菲利普猛地抬头，映入眼帘的竟是布奇。从便利店出来后，布奇看看空空如也的车子，便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让菲利普待在原地，拿过手枪之后，来到特里的必经之路上守株待兔。Hey boy, let's hope I don't find you. What are you gonna do? Hit me with it? You and me are friends. 布奇最终忍无可忍，还是开枪打死了特里。菲利普虽然感到害怕，但对布奇的看法却有了转变。他意识到这个看似凶狠的逃犯在关键时刻却会保护自己，于是在布奇让他做出选择时，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主动坐上了车。Are you gonna shoot me? No, hell no. Me and you are friends. If I was choosing a running buddy, I'd take you over him any day of the week. 引擎的轰鸣声渐渐平稳，可车厢里的沉默代表着菲利普挥之不去的紧张与不安。为了缓解气氛，布奇主动与菲利普聊起了小孩子感兴趣的话题。他把自己比作船长，把菲利普比作领航员，正在行驶的车子也变成了行走的时光机。
车前是未来，车后是过去，而车内的两人代表的是现在。 If life's moving too slow, you want to project yourself into the future, just step on the gas right here. See? And if you want to slow her down, well, hell, you just step on the brake here and you slow her down. This is a present, Philip. Enjoy it while it lasts. 这样深奥的人生话题，对于一个7岁的小男孩来说，虽然过于超前，但他似乎觉得眼前的男人和母亲口中那些该被警察抓走的坏人完全不一样。与此同时，警方已经赶到了玉米地，发现了特里的尸体。而另一边，由于车子油量见底，布奇看上了一辆福特，并让菲利普先去探路，看看车上有没有钥匙和收音机。菲利普眼睛一亮，完全没意识到这是偷窃，只觉得充满了乐趣。在确认车钥匙插在车上后，布奇也拿着仅有的一些口粮走下了车，还顺带拿走了几件洗干净的衣服。而这一切也被不远处的农场主发现。Hey, that's my car! Bitch. 好不容易打着了车，菲利普却因为喝了太多的饮料，还在放水。等他上车时，农场主也追了上来，他死死抓住车门不肯松手。布奇见状，掏出了手枪。而在这关键时刻，菲利普狠狠咬上农场主的手，因为忍受不了疼痛，农场主不得不撒手，而这恰恰救了他一命。接下来逃亡继续。闲聊时，布奇不经意地问起菲利普的父亲，可菲利普却突然变得沉默。父亲在他出生后就杳无音信，母亲说10岁的时候他一定会回来。看着这个沉默寡言、只会沿途看风景的男孩，布奇仿佛看到了童年那个孤独无助的自己。 Me and you got a lot in common, Philip. Both of us is handsome devils. We both like RC Cola. And neither one of us got an old man worth a damn. 菲利普或许听不懂原生创伤的深意，却能从布奇的语气里感受到难过。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以及眼前这个总爱讲冷笑话的男人，觉得一切似乎又都刚刚好。不久之后，车子开到附近的小镇，布奇带着菲利普走进一家服装店，看到橱窗里挂着各种万圣节面具，菲利普迫不及待地挑选了一个鬼精灵面具。而此时的布奇正在和老板娘眉来眼去，浑然不知危险正在悄然而至。警方已经来到了现场，等他走出商店时，2辆警车已经把车子堵得水泄不通。布奇走投无路，只能选择向后倒车，后面的警车被撞得稀巴烂，而布奇也找准时机转弯逃之夭夭。结果刚开出没几米，布奇就发现菲利普没上车，他心里一紧，又倒了回去。只见菲利普还站在商店门口，怀里紧紧抱着那件鬼精灵衣服，脸上满是慌张，显然是刚才偷拿衣服时慢了一步。 Buzz, you little shit! Shoplifting is a crime! Up to you, Buzz. 菲利普还是选择了上车。布奇虽然没有生气，但还是告诉菲利普偷东西是不好的，让他把衣服穿上。不料菲利普却开始扭捏起来。 It's puny. What? It's puny. Who told you that? Let me see. Go on, I'll shoot you straight. Hell no, Philip. It's good size for a boy your age. 甩掉警方之后，2人继续踏上逃亡之路。布奇想找一个没人认识他们的地方暂时躲几天，但不幸的是，车子开到了一条还未完工的道路。 We can backtrack to the highway or we can try it on foot. Where are we going? It's Alaska, Philip. Last of the wild frontier. It's pretty. It's beautiful. You ever been there? No. 无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现在的物资已经远远不够，于是他们决定先寻找物资。习惯了零元购的布奇提出要玩不给糖就捣蛋的游戏，可话音刚落，菲利普便愣在了原地。他想起了妈妈的叮嘱和那所谓的信仰，没有父亲的陪伴，母亲既当爹又当妈，却把所有的焦虑都化作了控制。他是耶和华教派的忠实信徒，这个教派禁止信徒参与任何世俗节日，万圣节的糖果、圣诞节的礼物、生日的庆祝，全都是菲利普从未触碰过的禁忌。母亲总是告诉他，快乐是罪恶的诱饵，
甚至不允许他和邻居家的孩子一起奔跑打闹。在这样的环境里，菲利普养成了低头走路、说话细声细气的习惯。他的眼神里没有8岁孩子该有的光亮，只有对犯错的恐惧。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菲利普对布奇的信任让他变得愈发大胆，而内心深处对外界事物的好奇，才是他踏上这趟逃亡之旅的真正原因。和之前一样，布奇还是把选择权交给了他。Now, Philip, I'm asking you. I ain't asking your mother. I ain't asking Jehovah. You want to go trick-or-treating or not? 沉默片刻之后，菲利普还是点了点头。他跑上去试图抓住布奇的手，却被他一次次甩开。可倔强的他又一次次的牵上，直到布奇不再反抗。此刻两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逃犯与人质，而更像是一对父子。他们来到一座房子前，菲利普既紧张又兴奋，紧接着戴上鬼精灵面具，抬手敲响了门。布奇站在不远处，眼神里满是鼓励。一位妇人打开门，面露疑惑。菲利普鼓起勇气小声说：“不给糖就捣蛋。”妇人反应过来，脸上浮现出微笑，可随即表示万圣节已经过去，家里已经没有多余的糖果。菲利普脸上闪过一丝失落，这时布奇在一旁悄悄拿出枪，对着妇人晃了晃，示意她配合。妇人看到枪后微微一震，赶忙转身回到屋里，不一会就拿了一堆食物和钞票出来，递给菲利普。 What do you say, Philip? Thank you. 菲利普心满意足地离开时，布奇还不忘告诉他， Never underestimate the kindness of the common man, Philip. 这一场特别的圣诞节游戏成为菲利普逃亡旅程中最珍贵的回忆，也让他感受到了未曾有过的节日欢乐。菲利普学着布奇的样子，把果酱均匀地涂在面包上。布奇则一边大快朵颐，一边时不时透过车窗观察周围的情况。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不对劲，警方在各个要道设下关卡。布奇打算下车到山顶查看情况，他叮嘱菲利普乖乖待在车里等他回来。可菲利普却不小心碰到了手刹。此时布奇正准备返回，他眼角的余光瞥见自己的车居然动了起来，而且速度越来越快。他毫不犹豫地朝着车子狂奔而下，边跑边大声呼喊着菲利普的名字，试图让他冷静下来。 Philip, hit the brake! 慌乱之中，菲利普不小心按到了油门，汽车的速度陡然加快，径直朝着前方冲去。菲利普身体因为恐惧而颤抖，但他还是本能地模仿着布奇开车时的样子，尝试踩下刹车。千钧一发之际，菲利普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让车子停了下来。布奇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那颗悬着的心也暂时放了下来。可就在他与一旁的男人商量搭一下顺风车时，车子再次向下滑行。布奇没有躲开，而是站到车前。 Brakes, Philip! Step on the brake! Oh! 即便已经紧张到满头大汗，但布奇却没有丝毫的责怪，反而满脸欣慰，称赞菲利普做得好，让他不要怀疑自己。之后他们搭上了鲍勃一家的车，也顺利躲过了警方设的关卡。鲍勃是个顾家的男人，布奇对他还算客气，因为他羡慕鲍勃能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也渴望自己能有这样的家庭。但鲍勃的妻子对孩子的态度十分粗暴，只是因为水洒在了车上，便对着孩子一顿打骂。这再次触动了布奇敏感的神经，他无法忍受孩子被如此对待，于是把鲍勃一家赶下车，开着他们的车继续接下来的旅程。布奇让菲利普坐在车顶上，享受着风驰电掣的冒险。菲利普第一次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布奇照着他的指令加快速度。这一刻，布奇似乎忘记了这是一场逃亡，他不是在挟持人质，而是在帮一个像自己一样的孩子多感受一点温暖，多看到一点不一样的风景。夜幕降临之际，布奇带着菲利普走进饭店，开始享受晚餐。老板娘是个风情万种的女人，看到布奇的第一眼便把他当作了猎物。布奇被他这般热情的态度弄得有些不自在，但又不好拒绝。菲利普坐在一旁，看着老板娘和布奇之间的互动，一脸懵懂。将菲利普打发出去之后，布奇和老板娘开始释放压力。可到最后一步时，布奇却在窗边看到了菲利普，目光在两人身上来回打量。布奇尴尬地把老板娘的手从肩膀上拿开，站起身来，径直离开了这里。菲利普带着孩童的懵懂，毫不犹豫地提出各种问题，想要布奇为他解惑。可布奇却无从开口，只是尴尬地笑了笑。在这笑声中，车子缓缓驶离了饭店，融入了夜色之中。刚刚饭店里那一段小插曲也随着车子的远去渐渐被抛在脑后。车子很快开到玉米地，这便是两人今天过夜的地方。菲利普看着一地的玉米，突然想起母亲做的玉米面包，他想回家了。布奇沉默了一会儿，
开口保证他很快就会回家。这时，菲利普从车子里掏出一本笔记本和一支铅笔，布奇让他把想做却不能做的事都写下来。菲利普愣了一下，便歪歪扭扭地写了起来。Butch, Yeah. how you spell rocket ship? 夜色渐浓，两人也沉沉睡去。可一阵突来的亮光打破了这份平静。布奇悄悄拨动了扳机。幸运的是，来人不是警察，而是热情的黑人雇农马克。他邀请两人到家中过夜。布奇本想拒绝，但看着菲利普点头的样子，又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在马克家中，布奇和菲利普一觉睡到了日上三竿，还享用了美味的早餐。马克的儿子克里夫邀请菲利普一起玩耍，两个孩子的笑声像风铃一样清脆。这时马克回来了，他让克里夫去车上帮自己拿东西，殊不知此时的克里夫正在和布奇聊天。因为没有及时做出回应，他便被粗暴的马克打了一巴掌。布奇看到这一幕，脸色也瞬间变得难看起来。早餐过后，布奇教克里夫一些有趣的游戏，留声机播放着舒缓的经典老歌。布奇与马克的妻子拉蒂跳舞，菲利普和克里夫便在一旁模仿，仿佛找到了生活的片刻宁静。然而好景不长，马克在广播里听到了关于布奇和菲利普的通缉新闻。布奇敏锐地察觉到了危险，警告马克不要轻举妄动。而克里夫对此浑然不知，还在极力挽留想要离开的布奇。马克看到这一幕更生气了，他一把拉过克里夫，对着他的脸又是一巴掌。布奇看到这一幕，愤怒地失去了理智，给了马克狠狠一拳。What you want going to take Khalif for? Huh? He didn't move fast enough for you? Is that it? Huh? Maybe he gets excited sometimes. He don't hear everything you say. You make me sick to my stomach. 他将马克捆绑起来，逼迫他向孩子道歉。Now you hold that boy. And you tell him you love him. Lee, I love you. No, man. Say it like you mean it. This boy knows I love him. Say it. Please, mister. I got a sense about you. I know you a good man. No, I ain't a good man. I ain't the worst neither. 在布奇的逼迫下，马克发自内心地向克里夫表达了歉意。后来布奇将马克一家老小全都绑了起来，目的只是想让马克深刻意识到家人的重要，希望他能重新赢得孩子的信任。但此时菲利普却误以为布奇要杀人，在极度恐惧和矛盾的心理下，他拿起枪朝着布奇开了一枪。这一枪不仅打伤了布奇的身体，更让两人之间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任瞬间破碎。菲利普惊慌失措地跑出房间，将枪丢进井里，把车钥匙丢进草丛。布奇强忍着伤痛，为马克留下可以割破绳子的小刀后，便转身开始艰难地寻找菲利普。That's a hell of a thing to do, fella. You're a hero. Probably be in all the papers tomorrow. How you say to those folks? Truth is, I don't think I'd have killed them, though. Only killed 2 people my whole life. One hurt my mama. One hurt you. 他出生在风月场，父亲是个惯犯，流连于烟花之地，对家人动辄拳脚相加。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暴力如同家常便饭。幼小的布奇深受其害，这也使得他自幼便带有暴力倾向。8岁那年，为了保护母亲，他被迫拿起武器，结束了一个男人的生命。12岁那年，命运再次给了他沉重一击。母亲因梅毒晚期，在绝望中选择上吊自杀。父亲从未出现，他给布奇留下的唯一东西，便是那张阿拉斯加的明信片，而这便是布奇越狱，想要前往阿拉斯加的真正原因。菲利普听着布奇的解释，心中满是愧疚和迷茫。他从树上下来，扶起了奄奄一息的布奇。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警笛声，追捕小组已经到了。布奇知道自己跑不掉了，他假意要挟，让警方派来直升机，为的就是让菲利普坐一次真正的飞机。紧接着，他又要来糖果，只为和菲利普玩一次真正的圣诞节游戏。他让菲利普拿出那张愿望清单，向菲利普的母亲提出条件，要求他答应让菲利普享受一个孩子应有的权利，比如去坐过山车、过万圣节、一起吃棉花糖。
他希望菲利普以后的人生能充满快乐，不再像自己的童年那样充满遗憾。做完这一切，他把抢来的钱塞进菲利普的领口，让他戴上鬼精灵面具，缓缓走向对面。可当菲利普走到半路时，他却突然停了下来。他担心警方会开枪射杀布奇，又折返回来，紧紧拉着布奇的手，想要和他一起面对。布奇被菲利普的举动深深打动，他决定自首，重新做人，便牵着菲利普的手，缓缓向警方走去。然而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布奇蹲下身子，准备从口袋里掏出父亲送他的那张明信片，想送给菲利普。这张明信片对布奇来说意义非凡，那是他心中对父爱的渴望和对美好世界的向往。但远处的警方却误以为他要掏枪反抗，狙击手毫不犹豫地开枪，布奇瞬间倒在了血泊之中。Damn, boss. Shot twice in the same day. 菲利普坐在直升机上，手里拿着布奇给他的明信片，眼中满是泪水。此时的草地像一块巨大而柔软的绿色毛毯，温柔地轻抚着布奇。他的手臂枕在脑后，姿势看似无比放松，仿佛只是在这美好的午后惬意午睡。那个象征着菲利普童年幻想的小精灵面具静静躺在一旁，他嘴角边挂着一抹满足的微笑，那笑容里没有对死亡的恐惧，没有对命运的不甘，只有一种历经沧桑后的释然。他平静地望向天空，那里或许有他心心念念的阿拉斯加，有他从未得到过的温暖父爱，有他为菲利普构建的完美世界，还有那个从未被生活伤害过的纯真的自己。他终于抛开了世间所有的纷扰与痛苦，走进了那个只存在于他心底的真正完美的世界。悲惨的童年经历早已让他的内心千疮百孔，却也在他心底种下了善良与温柔的种子。当他遇到菲利普，看到这个同样缺失父爱的小男孩被严格的宗教家庭束缚，无法享受正常孩子的快乐时，就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于是他决定为菲利普点亮那些他童年未曾拥有的美好。他从未对菲利普说过你要学会什么，而是用一路的逃亡与守护，悄悄把勇气、温暖与原则种进了孩子心里。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教导，比任何说教都更动人。他第一次教菲利普拿枪，是为了让他学会保护自己，保护家人，教他害怕时要学会反抗。于是后来遭到冒犯，菲利普死咬特里的耳朵，为自己求得一线生机。从前他面对伤害只会躲，可跟着布奇后，他慢慢学会了，哪怕害怕，也能为自己，为想保护的人，长出一点反抗的勇气。菲利普的童年里也没有父亲的陪伴，母亲也总在忙碌，他习惯了一个人看风景，一个人玩玩具。可布奇告诉他，冷漠世界里也有值得珍惜的温暖。他把车比作时光机，告诉他如何掌控生活的节奏，记住当下快乐的瞬间。从那时起，菲利普才知道，原来不是所有大人都只会讲道理，有人会陪他浪费时间。菲利普偷拿服装店的鬼精灵衣服时，只觉得是好玩的小冒险，不懂偷窃是什么意思。布奇把车停在路边，没有吼他，只看着他的眼睛，告诉他偷东西不对，就像特里欺负人一样对。后来布奇带他玩不给糖就捣蛋的游戏，帮助他体验普通孩子的快乐，让他写下愿望清单，并努力帮他逐一实现。布奇没当过老师，也没学过怎么教孩子，他只是把自己童年时渴望得到的东西都一点点给了菲利普，不是刻意的教导，却是最珍贵的礼物。他到死都没去过阿拉斯加，但正是因为他淋过雨，所以想为菲利普撑起一把伞，让这个小男孩不再经历他曾遭受的痛苦与遗憾。我们每个人都是布奇与菲利普的混合体，一边带着自己的伤口赶路，一边又在某个瞬间成为别人的光。菲利普看着布奇躺在草地上，他后来或许会忘记逃亡的路线，却一定记得曾有个逃犯用最不完美的方式给过他最完美的爱。而这就是完美世界的意义，不是没有遗憾，而是在遗憾里寻找完美。